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将继续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近日在指导朝鲜军队进行了多项军事行动时，就朝鲜核武使用问题发表的讲话，您作何解读呢？我认为由朝鲜媒体报道出来的金正恩的这次讲话中，有几个细节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是金正恩对朝鲜核战斗武装力量正在承担的战争遏制力这一重大使命，以及在任何时候、任何突发情况下都能具备迅速精准的作战反应能力和核情况应对态势，予以高度评价。我们知道，过去在朝鲜承担战争遏制力的是常规武器，尤其是中远程火炮，对近在咫尺的韩国形成了强大的威慑能力，并使得美韩过去70多年以来都不敢轻启战端。而这一次，按照金正恩的说法，朝鲜的核战斗武装力量不仅已经处于了全天候的值班与戒备状态，而且已经取代常规武器，承担着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如果情况属实的话，这无疑是朝鲜军事实力以及半岛安全态势的一次质变。那么第二，更加值得外界高度重视的是，也就意味着朝鲜的核武器研发和运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而在我看来，对于美日韩来说，这也并非是完全是坏消息，因为假如朝鲜的核武器研发真的已经完全成熟了，他们接下来就没有进行第7次核试爆的必要性了。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金正恩是在朝鲜几天前成功的进行了可以飞越日本上空打到关岛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之后，才对外透露这一信息的。那么把金正恩这次主动对外透露朝鲜已经拥有战术核武器，跟几天前中远程弹道导弹试射结合起来，这背后发出的信号其实就是朝鲜的核威慑正朝着美国本土方向在扩展。我想这就是金正恩在讲话中宣布已经没有必要跟美日韩进行对话的底气之所在。韩国总统尹锡悦就朝鲜近日接连发射导弹一事强调，韩方将进一步加强韩美同盟关系以及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那么对此您又如何看呢？我认为尹锡悦的这个表态中吸引人眼球的地方，并不在于韩方要进一步加强韩美同盟关系，而是在于要加强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众所周知，由于在过去这些年中，虽然美国做梦都想撮合美日韩军事合作，尤其是将美日与美韩两个单边军事同盟捏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但是在过去这些年中，这一事情不仅反反复复，进展不大，甚至还一度是一个高度复杂敏感的禁忌性话题。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由于在历史上日本曾经侵略并殖民过朝鲜半岛，这件事情极易刺激朝鲜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又由于韩日之间至今仍然存在着历史恩怨，也就是慰安妇问题，以及现实的领土主权纠纷，也就是独岛问题。这件事情在韩国国内也是一个随时可以被点燃的火药桶。所以我们看到，美日韩军事合作，尤其是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构建问题，近年来走的可谓是一波三折。在朴槿惠执政时期，由于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强力撮合，甚至是强力施压，韩日之间不仅就慰安妇问题签订了谅解备忘录，甚至还签订了韩日军事情报交流协议，为接下来的美日韩军事同盟构建开了一个好头。然而到了文在寅执政时期，韩日关系却又再度渐行渐远，不仅慰安妇问题波澜再起，韩日军事情报交流协议如同虚设，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构建，这更加是遥遥无期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感到绝望的美国才会和英国、澳大利亚签订美英澳军事同盟。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情到了尹锡悦上台执政之后，再度出现了戏剧性的峰回路转。尹锡悦公开表示要强化美日韩安全合作，
我认为这件事情背后的推手仍然是拜登政府。正是因为拜登政府为了拉拢韩国推行印太战略，才策略性的中断了由特朗普推动的朝美与朝韩和平谈判，重新对朝鲜进行了军事威慑战略。美方的这一举动直接刺激到了朝鲜，使得朝鲜一再试射各种型号的导弹来进行回应，而朝鲜的军事回应又让韩国认识到了半岛局势的危险性，并不得不进一步倒向美国的怀抱，甚至是不得不在安全上强化与日本的合作，重新启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也就是说，拜登政府才是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台前与幕后的真正推手，是真正的战略玩家。而在我看来，拜登政府离间韩朝关系，推动美日韩安全合作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对付朝鲜，而是要通过此举把韩国拉入印太战略，与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